面提到的，就这局有可能是朵利亚和杨戬的一个回合的话，结合聊一下，狼队这个赛季杨戬朵利亚是4战2胜，而微博的话这个赛季没有用过杨戬加朵利亚的体系，他们朵利亚至今1把都没有出过，他们的杨戬是个单杨戬，然后拿给子墨玩的。所以这套出的概率在狼队这儿是比较高的。那来期待一下了。狼队是先搬了空空儿，还是不给空旷啊？那微博就是先搬一个鲁格纳斯，主要看第2班。还会不会是这个大司命啊？狼队自己应该想拿大司命，能搬个中吧？海诺，搬阿古朵，对，阿古朵要1抢吗？阿古朵跟大司命应该能出来一个，他想的。看微博搬哪个了？搬的是沈梦溪，都给你了，你只能选一个嘛。或者你选大司命的话，我就用阿古朵来打。对，阿古朵打大司命也比较好打。那理论上狼队应该以选代班拿阿古朵公共英雄池会好一点。是的，直接这样这个海诺的班位也值了。因为微博这边也没有大司命了，对，用过了。而且小胖他其实是对于阿古朵的大司命有一个很好的理解。看一下微博这边。关键左边这个阿古朵是在摇摆，他很有可能阿古朵大司命一起出，之前就出现。对，因为蜂妖这个赛季玩过3把阿古朵，赢了2把。戈亚少司源，尝试对线组合。那一生还有苏烈，可以直接对位出。这把少司源加戈亚拿出来，也可以去卡一手狼队的公孙离。都有。苏烈。主要右边这手戈亚也卡了一手左边的公孙离。归期拿到了夏洛特。这把狼队感觉有2手选择呀，他要么就把阿古朵摇到射手，要么就是曹操选个孙权。曹操打夏洛特还是可以的，对得出了。那就看两边的一个中单位置。帮海月，这个阵容再出个野河的话就没坦度了，但是他还是把海月给办了。狼队搬原坦，西施也搬掉。暖阳这里所剩的英雄野河倒是蛮多的，弹也好用的。梦琪好像就一个梦琪了，在他英雄池里边比较好用的，但也是比较容易挨打的。对，梦琪也是会被阿古朵追着抽，而且这把阿古朵应该是输出肉刀输出阿古朵，一般都是法球流。对，狼队还是把镜给搬了，然后再搬一手听乐，胜率非常高的女娲，很尊重。就看微博怎么选了。狼队这个阵容可变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他们是先以不变应万变，拿一手真机看一眼，反正也能够去卡人。主要是现在狼队这个阿古朵到底是玩哪个位置？因为像你刚刚说到的大司命这个点也还在外面嘛。对，但是对面选了一手真机，他自行考量一下吧。因为大司命如果真选出来也是蛮怕真机的。对。红叶最多情。公孙离，那还是阿古朵打野。那这样，微博其实提前在发入的对线上面已经做了一个少司源加上戈亚的点嘛。一阵独尊，对吧？嬴政还不错，手比较长，射这几个还可以。就看暖阳这手英雄怎么出了。左边的手有点长，他如果出比较笨重的前排，还是很容易挨打的。哦，杨戬。那这样的话，这把杨戬是暖阳这个赛季的第1把杨戬。是的，因为像我们说的，之前微博都是一个单出杨戬给子墨玩的。上一把子墨的马超也是他这个赛季的第1把，这个也杨戬应该是个纯肉杨戬了，纯肉杨戬。对他必须得出肉刀了。对，他相当于这把是一个前排点，然后他和少司源的话呢，又能够增加一定的一个续航。团战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去当一个搅局者。但这把阿古朵跟嬴政在中路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他们俩手都比较长。然后杨戬毕竟也没位移嘛，如果阿古朵顺风，杨戬就会变得非常难玩了。对，阿古朵顺风一技能往前一扑，全是那种小野怪挡住杨戬一技能，然后打野杨戬又没有闪现，特别吃一技能找进场机会，
这样一来，他唯一能进场的机会还被阿古朵给封死了。所以这盘微博前期的对抗一定要处理好。微博这把如果守家的话，他其实是单前排，然后他也没有很强的一个开团手段嘛。如果守家，他的一些技能基本上只能用来给兵线了。然后狼队这边会比较舒服一点，就如果狼队这边顺风的话，很容易打到右边的状态。对。那两边其实，在前期的一个对抗点是不一样的，因为狼队整体像刚刚说到，它的中野辅会更加的强一点嘛，整体的抢线和转线的速率上面也会更快。而微博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倾向于把自己的双边先提前做到一个小优，对吧？对。让曹操去对到夏洛特，然后戈亚和少司人这边去对到公孙离。哎，那狼队有没有可能换线呢？会的，这把双边换线应该都会抓对线，因为那个狼队这边的一个对线是打不过那个微博这边的，正常对线的话。就首先看第一波的一个开线布置，因为上一局的话，狼队在第一波并线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巧思，也取得了一个成果。那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一小局了，目前狼队是在追分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两支队伍。今天如果说狼队能再追分来到2-2比分的话，就会变成一个相当微妙的比分了。而且要知道，这两支队伍的 BOG 上一次交手可是打到了巅峰对决的。来看一下双方的这小局，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北京微博。我是解说雪，我是解说潇洒。最后两边还是一个正常的开线。可能玩了一波心理。你不换我不换，最后大家都没换。可能都猜对面会换。对。狼队觉得你可能会去抓我对线，那我就干脆以不变应万变吧。结果微博也真的是坚如磐石，不动如山。但从结果来看呢，就是微博他的双边对线会有优，然后狼队他的中野辅节奏会有优。这样的话，微博的对线是比较舒服的。是的，先卖了一波被动，卖被动拿线权，控中立资源。因为也说到狼队他的强度在于中野辅嘛，嬴政可以率先下来，赵子元还要上去再挠一下，再踩一脚，自己交了一个闪现撤出来。因为风萧他二技能换伞那个位置有点威胁到了梦溪。上路提了一波速率来抓子过。阿古的刷野速度还是快的，然后暖阳是吃了波中，再回红去收 buff。肉刀，目前45层被动，打第一波架的时候就可以用到法天象地了。看到实预测上面，奶茶教练看到是重庆狼队，其他3位看到是北京微博。这是刚刚评论区说了嘛，让奶茶教练先预测一个，然后跟其他3个人反着来。说到做到。看到小麦本赛季使用到的戈亚胜场的场均10分钟经济是7032，这个经济其实放在胜场的英雄当中不算很高。是的，不算很高，甚至射手基本的3件套都做不出来。但是小麦这名选手的话，他的这个赛季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10分钟击杀参与率是排在发育位置的第2位的。就不管装备如何，但是小麦他这种团是一定要参的。上路2波空间之灵都被狼队拿下了。也说到狼队这套阵容，在正常对线的情况底下，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中野辅强度去盘活双边。这样一来，双方的打野速率差拉开了。是的。这边想率先动手，和小胖碰撞一下。杨戬的红 buff 此时才去拿的话，待会儿到4分钟那波第3轮也去刷新的时候，感觉小胖可以拿完自家 buff， 打完龙团之后，那边暖阳的红 buff 才会刷，可以有机会进攻一波。对，阿古朵的那个刷野速率是比较快的。这波狼队多人转下，有一波线。这个视野微博是抢不了的。应该还是狼队，应该还是那个拿完红来打龙团，然后可能会有一波发育路的推进。甚至阿古朵放生完自己的红 buff 之后，
还有个10来秒的时间，暴君才会刷新。对的。而且这波中路对抗应该也是狼队厉害一些。不过看到整体补刀数上，虽然子墨在上路有被针对到，但是他的补刀数还是蛮不错的。毕竟小胖他的刷野路线是每一波基本上刷完野区都会靠归期那边一侧，他俩有可能一起吃线。这把狼队对于对抗路的支援是要比微博多的。是的。小胖把惩戒交给赤甲了，那这条龙第一时间动不了。感觉两边谁都不好先动啊。但暖阳身上是有惩的。但是他们容易在打的过程当中被狼队的阵容消耗。对。现在狼队他下半图这3个英雄太强了。那这样只能先把下路线压过去，再动龙。对，因为中路线已经被夏洛特给推过去了。同时可以等一下小胖惩的一个时间。马上好。不过暖阳在打蓝 buff 的时候留了一个惩，这样就有一次拼惩的机会。两边都想打，那正面的话，先是医生的状态被打了出来，被动触发，然后这个时候阿古朵大招他砸到的是暖阳的一手杨戬，迎着大招再一开，在配合上直接反拍，医生拿到第一滴血，看一下归期戳进去，但是被微博这边的人给拉扯开了。子墨这个位置也是掩护队友撤退。虽然这波团狼队是打赢，但是众人的状态被甄姬弹的有点难受。但是杨戬这种阵容，他打进去了，其实他就不太好出来了。有一个阿古朵加苏烈，你想走的时候，苏烈直接留你。是的，因为他没有别的人能帮他拆火。包括他这把也是个单杨戬嘛，不是和朵莉亚捆绑一起出的。然后你看，暖阳死了一波之后，他的经济就开始慢慢被拉开了。回顾一下这波，就甄姬先手伤好，先把医生的被动打出来了。但是想杀掉苏烈还是有些困难。小王这边先过来帮忙踩灯，然后直接回头反拍丢人，医生的一个大闪，很帅。第一波暴君双方也都还没拿，然后阿古朵跟嬴政藏在中右埋伏一波，先把杨戬的大招给逼出来了，压一波状态。但是苏烈这波2技能被定身定到了，梦溪很关键的一个控制，主动出击。本来苏烈有机会2技能拉开的，对。因为狼队他压这波中线是很明显要压中，然后再控下半图，看一下下路能不能再推进去。而微博的话，他就是直接放了一波下线，河道跟你拼一波。是，但这波狼队反应也很快，转手想上路压打上路。对，暴君要不了了，立刻转另外半图，换一波节奏，各换一座外塔。暖阳这把的心率在上升。上半图子墨一个人1打2，把小胖这边砍残了，再去砍归期，压退2人。哎，戈亚，哦，这个位置线压不进去，那小麦就作罢。小麦拿到戈亚的时候是打得相当主动。上一场他和梦溪太真有一波在中路的配合。对的。说出手就出手啊，直接打出了子焕的闪，很赚。这个位置，杨戬准备过下路，让戈亚去接火 buff。那这样杨戬这个位置很危险呀，暖阳要被3人抓了。医生直接开奔狼，大招砸起来，阿古的大招也一来，然后顶到墙上，根本走不掉。看他被苏烈控的效果来看，他的被动估计没攒好。而且因为医生他拿到苏烈以后，一是他自信英雄，二是他本来就很擅长去抓这种机会。刚直接切奔狼，然后就打了一波。因为杨戬梅位移基本上带红的公孙林是可以连着他打的，就刚好是双方射手都准备拿红的时间节点。对。这样一波打完，对于狼队来说节奏就顺起来了。但是中路位置又是小麦率先开了一波先手，直接奔过去找到了子焕，然后同时又粘到了小胖2连击破。给哪边射手红 buff， 哪边射手就能站出来。你抓我一波边路，我冲你一波中路。梦溪小麦，对，这波有点像狼队最开始前2把那种，就是夏洛特跟公孙离都在带线，然后中路被冲了。而且嬴政的闪现上一波正是被小麦的戈亚打出来的。是的。所以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再给中路1塔压力。你要守的话就要掉状态，甚至要连续掉点；不守的话就只能眼看着这个塔被推掉。这才8分多钟，10分钟，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还没有到来，终于塔没了。2个加到手，小麦也成为了全场的最高经济。但其实大家细看会发现，对位并没有拉开特别的多，但这也是小麦这个赛季的风格。就你别管我什么装备，我就是敢打。
哇，这波小麦是一开始先拉走，躲了嬴政的大招追击，然后续了一个被动超级曲目，直接奔着嬴政来了。这波又来，把红 buff 推出去，保着公孙丽娜。但主要还是刚刚通过小麦找到的机会，你看小麦一下子心率自己都打爆了150以上，使得微博先推掉了狼队的中一塔，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心率跟经济成正比了。因为狼队这把中一塔在的时候，嬴政的消耗才能更好的打出去。他没中一塔中线抢起来有些费劲。对的，而且他得让人过去卖身位卡住中路的长条草。现在微博是有2线线权中上，医生在等，但是小麦直接回头找另外的一个人，被对面夏洛特归期这边给切到了，回头一个大招限制住了医生的这个位置，打出了他的一手被动，越墙再过去点2下，风萧这波输出拉的也很满啊。看曹操子墨一个人能追上吗？不好追，发现距离有点不够了。但是他这波赶过来全技能，曹操有点吓人，威慑力是有了。这波10分钟前换了一波技能。嗯。现在小麦的实时经济也是高于自己的胜场场均10分钟经济的。不过刚刚的那波团战的碰撞确实是有那么一些巧妙。这波10分钟换龙，狼队直接开主宰。因为这两边的阵容谁先踩得很草的话，谁就有优势。因为甄姬也能弹嘛，然后嬴政也是，如果说微博过去找视野，也是被嬴政扫射的。所以在各报半途的情况底下的话，狼队就直接上路换龙了。但是因为微博拿蓝影暴君，这个阶段他打架更有优势。对的，因为这些视野都没那么好记，直接把公孙离的红 buff 控倒。嬴政大招已经扫完，两边的阵容其实在打压塔的时候能力都是蛮强的。嗯，中单位置都是有很好消耗能力的。上路想包归期的夏洛特了吗？留不住，只断了波线。对。微博想把还想卡一个视野，以为夏洛特会藏在这个草里。是的。微博现在想收缩狼队的视野，不想让他们利用这条暗影主宰把这个线再排出去。那狼队选择的策略是你压我上路，我就把龙放到下路，给你下路制造兵线压力。如果你上路再逗留，我就要开你了。因为医生现在是有兵甲有奔狼的状态，主模上路已经漏了，所以正面微博所有人先回缩。但是中路上路的话，夏洛特会更快于曹操一步过完兵线。曹操要处理那个暗影先锋，所以微博中路的人直接不逗留。因为微博正面的人他有消耗能力，但没有什么很好的开团能力。来了，苏烈，狼队想先冲，压了波视野，然后梦溪直接交闪了。这波逼了个闪也还能接受，因为开起来在那个位置其实是不好追的。对。公孙连红 buff 要刷了，狼队上路线倒是运好了，要不要包？杨戬法天象地没了，归期的位置很好，能直接切到，直接杨戬击飞起来秒掉了这个阵型，狼队慢慢的完成了包夹，小胖也把梦溪给处理掉，侧面的话暖阳直接狗了进去，但是被对面风萧给拉扯开了，小胖拿到2连击破，这个时候子墨姗姗来迟，上路还有一波线，但甄姬过去清了，小胖直接开2技能赶过来想护线，感觉狼队是有点想去打终结的，来得及吗？最快复活是15秒，这个兵线肯定会被清，主要是后边那波线对面就会复活。那这个高地想要他们想强拆，应该能推个高。这波团战狼队的这个夹位做得非常好啊！归期进来的时候，微博是没有他视野的，导致了夏洛特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把强化普攻打到了戈亚脸上。对的。哦，子墨也蹲到了一波，怎么说？交闪跟进，交闪跟上去，哇，没死，幻闪拉开了，但是死换这个位置，贴脸扫射，这么凶吗？硬生生扫死，然后侧面又是归期进来，他的一个下路3人被对面给控到了，4打1，小麦先击杀掉了归期。这波归期没有闪现，位置有点脱节，双方对抗路都阵亡了，马上要刷龙了。这双方对抗路这一切，直接把两边射手心率越切越高，小麦都要160了。170了，170了都已经。我们来回看啊，你看夏洛特藏过来，主要是归期，他身上还有
被动直接打个强化普攻。对的。然后小胖这边大招一砸，完成完美 combo。然后另外一边风萧的公孙离一个散位骗了曹操在那守，另外一边杨戬因为伤害不够切不掉公孙离。又是这种位置，归期的闪来了，还差一公孙离点点，不敢深追，先去点。但狂暴已经交了。哦，这波奔狼也已经开了。那这个河道还是微博先站住了，是的，而且苏烈在对面看来是没有被动的。主要听乐现在这个一技能放的一直都是一些预判性的一技能，再往戈亚脚上放。医生怎么说？要砸进去吗？想砸被控制住了，戈亚加上甄姬的大招，医生直接倒在了里面，回头想去摸龙，小胖的话已经倒在里面了，不管龙了，先杀这枚进来的归期。那这个时候的子焕跟风萧就只能去断兵线止损了。0换3的团战啊！微博大获全胜，而且嬴政跟公孙离想换龙吗？想换有点龙慢，不过但是突然有机会杀甄姬吗？甄姬一个一冰封技能封住保了一了自己。下自己，等拖队友了时间过来，快到丝血了，要这边要直条抢龙，龙而且下路你看小麦。小麦在运线过去，这边的话暖阳击杀掉了风萧，但是子焕在临死之前把暗影主宰拿下之后，放暗影先锋出来了放到了下路。这波有点拼啊，还好把龙拿到了，不然可能要被割压一波了。但是对于微博来说，还是大获全胜的团战。对，就狼队所做的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止损，对无奈。但这波团啊，首先是医生想大闪的时候，他直接是被甄姬一个抬，提前断掉了这个大招。与此同时，杨戬、曹操两人进场之后，狼队的后排吃不消了。看这个形势，你看子焕跟风萧直接去断线。因为这两边阵容谁有先手视野，谁就比较舒服。先看正面甄姬，先慢慢压。这波有3路兵线，他们可以先破边路高地。这时候小麦他不能着急，他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身位。小胖最后是补了一件破晓，因为他这把也是一个相当于输出装，增加伤害。就包括刚刚那波团前，其实我们就有说嘛，说到听乐那个一技能基本上都在卡人，对吧？在往队友脚底下放，就是他们是有预判的在做这种团战的布置。对他看到苏烈蓄大了，直接一个一技能甩过去，还没等医生想大闪的时候，这个大招已经吃到了控制，自动释放了。是的。对，甄姬这种英雄打龙团是比较恶心的，因为他看能苏烈这个位置，直接大闪开3个，顶回来了一个，但是少思源直接反踩，找到是对面的一手嬴政，这个时候暖阳来了，看一下他这个杨戬再跟过去，打出了医生的一手被动侧面上，看一下归期切进去，但是碰到的又是少思源，小麦的位置没人管啊，子墨直接切进去，先把风箱给带走了，上带了一个红 buff，拿了一双2连击破，再找小还想继续追，再切一刀3连决胜，回头看还能看，有说法锋芒毕露，小麦拿到手了以后，这波又是微博大获全胜的团战，这样只剩子焕一人，下路兵线，这波线非常难清，开了一个大招，但是被小麦套了一个货架以后追着先打到了泉水的一个位置，要送线进来，可以直接先杀掉嬴政，点掉水晶，我们恭喜北京微博3比1先行来到赛令局。而且这一小局比赛给到小麦拿到了这个赛季他自己非常敢操作。